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核大国都装备了核弹发射井，这种发射井的生存性能明明不如其他部署方式，为何各国还要装备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众所周知，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核大国都装备了核弹发射井。这种发射井是专门用于垂直储存带有核弹头的战略洲际弹道导弹的，并且随时可以由核弹发射井对预定的敌方目标进行核打击。核弹发射井随时处于值班备战的状态，是目前大国之间核威慑战略的一个重要砝码。但是随着核弹发射井的服役年限时间过长，而面对现在突飞猛进的侦察手段，其硕大的体积已经越来越变得难以彻底的隐藏。基本上敌方的高分辨卫星都能发现其位置和定位坐标，因此敌方的核导弹将重点的攻击已经暴露的核弹发射井。那么就有朋友认为，既然核弹发射井这么容易被发现，而且会遭到敌方的核打击，那么是不是正式宣告了核弹发射井已经落后于现代核弹的发展了？这种落后的核打击装置为何服役至今？毕竟现代有机动式弹道导弹，由车辆携带弹道导弹，隐蔽性好，机动性强，不容易被敌方侦测，生存几率相比核弹发射井要高很多。那么核弹发射井这一年过花甲的老式武器装备，是否有继续服役的必要呢？早期的洲际弹道导弹需要露天才能发射，而且准备工作冗长，容易被敌方的卫星或者间谍发现，从而导致很大的危险隐患。为了提高远程洲际战略核导弹的生存能力，因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提出了核导弹发射井这一概念。简单的说，就是把核导弹藏入地下，而且对导弹进行一个随时的维护、储存、检测等工作，由专业的军队人员战备值班。此地区为绝密的军事禁区，如果爆发核战争，核弹发射井将在第一时间向目标国发射数以千计的核导弹。核弹发射井在冷战至今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各核大国主要的核力量。但是冷战的中后期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核导弹系统，那就是机动车载式战略洲际弹道导弹。此款导弹是远程洲际导弹的一个创新，把巨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小型化，安装在大型的运输车辆上面，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公路、野地等各种复杂地形的机动。搭载1至10枚核弹头，射程普遍超过1万公里，而且方便隐藏，可随时部署。其采用固态燃料的方式，可以使其随时发射核导弹。可以说，当前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趋势就是朝着可机动发射、小型化、高精度等方面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苏联先后搞出了自己的车载洲际导弹，比如苏联俄罗斯的白杨 M 洲际战略弹道导弹，还有美国的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等。我们的车载洲际导弹则要比美苏要晚，直到20世纪初才有 DF-31这一款洲际导弹。但是这是不是就说明了将来核弹发射井与其老式的笨重导弹必将会被新颖的车载洲际导弹所取代呢？非也，主要有3个原因：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敌方知道我方部署核弹发射井就是从空中的卫星侦察机等方式进行侦察，因此我们可以采取诱骗的方式，大量建造假的战略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使其迷惑敌方无法确定我方到底有多少核弹发射井，因此不敢贸然地发动核打击。就算敌方执意要发动核打击，那么这些数百个假的目标也会吸引敌方的核导弹进行打击，从而稀释敌方对我其他目标进行核打击的能力。二、坚固的钢铁堡垒。核弹发射井实际上是非常坚固的，尤其是考虑到针对核弹发射井的核打击，核弹发射井由非常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设而成，发射的井盖则是非常厚的钢铁门，而且还进行过超级加固。目前的防护水平来说，可以防御住绝大多数的洲际弹道导弹搭载的核弹头，而且是必须直接命中发射井才能确保摧毁。根据统计，摧毁每个核弹发射井需要2至4洲际弹道导弹才能达到90%几率。我们可以照这个推算，假如我们有500假的发射井，200个真的发射井，那么敌方则需要发射1400至2800枚洲际导弹，才能将我们的真假核弹发射井尽数摧毁。
而我们付出的代价仅仅是200发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20年洲际战略弹道导弹数据。2020年，美国共有675枚投入实战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其中有400枚携带了1枚核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部署在450个核弹发射井中。因此，通过美国的数据，我们就能看出，目前全世界任何一个核大国都没有能够完全摧毁敌方所有核弹发射井的能力。3. 完爆车载洲际导弹的巨大威力和射程。由于核弹发射井的导弹不需要车载运输，往往都是非常巨大的，可以携带更大灯量的核弹头。拿俄罗斯的 SS-18 萨旦洲际导弹举例，此款重达211吨的巨无霸无法用车辆部署，因为它太大太重了，只能通过核弹发射井的方式部署，威力巨大无比，可以搭载一枚当量2000万吨天梯的核弹头，威力基本上是中国的车载洲际导弹 DF-41的4倍，基本上是面世级武器，可以对敌方国家形成极大的核威慑能力。其次就是射程，传统的车载洲际导弹射程在10000至14000公里，只要是因为导弹的长度体积相比核弹发射井的导弹小很多，就是为了装车，这就导致其携带的燃料远远没有核弹发射井的导弹多。而 SS-18 萨旦洲际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惊人的16000公里，基本上说地球没有它够不着的地方。因此，结合以上种种原因，我们不难认识到核弹发射井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可不是车载洲际导弹能够比拟的。因此，核弹发射井还将继续服役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何我国最近在大力建造风力发电设备的原因。